Hello， 大家好，我是宝博士。哎呀，真的很开心啊！自从上一次跟大家告知好消息，说我即将在6月24号于币安首度上线的 NFT 交易平台上面上线作品，成为全球前100位创作者之后，到现在呢，我的作品已经卖出几十幅啦。那今天呢，就很开心，想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创作。那希望呢，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到币安的交易所，或者是币安的 NFT 的平台上面去逛一逛咯。币安全世界应该算交易量最大的交易所。大家对于交易所的挑选，常常有很多人在问宝博啊，到底我们要怎么挑交易所啊？有2个地方可以参考。第一个地方呢，就是你可以到 CoinMarketCap 的一个叫 Exchange 的地方，点一下，那你就可以看到全世界的交易所的交易量排名。那可以看到 Binance 币安呢是全世界第一，然后 FTX 啊 Coinbase 啊，我认为大概选个前10名都不会太糟。那因为这个 CoinMarketCap 呢在某个时间点之后呢被币安并购了，所以大家也可以额外参考其他的平台看看。CoinGecko 也是一个我经常看的一个平台，一样你可以在这里呢点击交易平台这个地方 OK， 那你就可以看到哦，所以币安还真的是这个持续第一啊，币安啊 FTX 啊 Kraken 啊Crypto.com 也是我们经常推荐的一个平台。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币安所以我们就建议大家这个可以来注册币安来使用看看它的体验。基本上是已经今年刚好到7月要4周年啦，4周年吗？4周年还是5周年应该是4周年啦所以经营了4年，而且交易量是全世界第一大的，所以我们认为呢是鼓励大家可以来试试看。当然大家还是要自己判断自己负责。那这一次呢就是非常幸运的成为他刚上线的这个 NFT 平台的前100位创作者啦，跟一些老外啊、知名的歌手啊、还有艺术家啊等等的都在这个名单上面，还有台湾的一些 YouTuber 好想吐啊、水风刀啊等等的然后呢，竟然还有炎亚纶啦有没有看到厉害了吧然后宝博士还有我非常崇拜的一位这个艺术圈的 NFT 创作者叫 IYY 大家可以试着念念看。那也非常开心的呢，在这一段时间呢登上了成为他们的 feature 的这个创作者之一。那当然也非常开心啦，如果你是平常有在用币安的交易所的朋友，应该每天打开 app 呢都会看到宝博士的脸出现在上面，有没有看到然后呢，如果你点击一下呢，你就会看到这次上线的这个平台的最新消息。那一样呢会看到这一次上线的一些创作者的一些背后的故事那其实这个张炳煌张老师我觉得很酷其实是过去20年我们台湾曾经有一个节目啦，叫每日一字，当年题字的这位老师他的作品我有标但是现在有点被超过了大概要$500。那还有好想吐水风刀然后还有 Echo 这个 Beatbox 的这个高手，那当然还有宝博士咯那这一次上线的IYY， 那这个只要看到这个着火的水豚君就知道是这个阿波罗画廊驻馆的艺术家啦。接下来呢，我也会跟他共同推出 Sandbox 宝博限量 Sandbox 的 item， 也是 NFT。 好啦，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这一次到底宝博创作了什么作品在上面。基本上这一次宝博的主力作品呢叫做 Binance Safu Everyday 啦Binance 呢其实就是币安的交易所的英文名称是 Finance 加这个可能 maybe Bitcoin 的这个 B 啦或者是币的意思，所以是 Binance， 中文翻译成币安。这一次的宝博作品一样沿袭了过去的这个所谓的涂鸦派书法或书法派涂鸦，是真的用毛笔书写的，然后进行一些后置加工。然后呢，这一次呢，我的系列名称就叫做 Binance Safu Everyday。沙府这个字呢，也是币圈的一个算老司机专用语吧有几个词大家是一定要知道的。第一个叫做to the moon 就是去月球第二个叫做这个 HODL 其实是 hold， 就是说握住币不要放的意思当然曾经有一些人打错字不小心打成 HODL， 然后从此以后呢 HODL 的意思就变成一个迷音啦，就是说握住币不要放。还有 build 就是 BUIDL也是 build
个故意把它打错。safe 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是 safe， 然后呢是 your fund is safe 的意思啊，就是你的资金就是 fund 啊，就是你的资金呢是安全的啊，所以呢很多交易所都会强调他们有 SAFU program。或者是 SAFU Plan， 就意思是他们有一些计划跟做法，让你的资金是非常安全。好啦，那 SAFU Everyday 这一次的计划，其实是我写的日日币安。那其实玩了一个双关啦，哈，就是币安其实就是交易所，币安交易所的中文名称。那日日啊，就是意思就是每天啦，哈。那希望每天都可以来用币安交易所，同时也希望每天你的币都可以很安全啊，很安心啊，所以就日日币安的意思。这一次我做了一个蛮有趣的尝试，就是同样名称的 NFT， 一共365版。这个版号呢会有2个样式，一个呢会从011开始叠加，另外一个从365开始递减。那叠加的系列的长相呢会是日日币安，然后呢从3版开始会有这个几个日字会跟这个版号是相同的。如果有第3版就会有3个日字，第2版就会有2个日字，第4版就会有4个日这个字。然后呢第2个样式就是从365号往回递减，所以呢目前呢是从365啊，你就可以看到365号就会有365个日。好，大家可以看一下，这19乘以19 361，其中呢会有4格呢会有日日币安4个字，然后呢所以日日就等于是会有4格是日日币安，就会有4格多1个日。好，所以361加4等于365。好，所以呢这是我自己觉得蛮有趣的哈。然后呢它会每一个版号会稍微改变一下颜色啊、样式啊、排列啊、位置啊等等。那从365往回到的就一样都会是365个日字，只不过它的颜色、样式等等会有点不一样。目前已经这个发售到303号了 ，OK， 好啦，所以呢给大家感受一下哈，333号呢就是一个超级小那你要放大来看 ，anyway，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目前呢其实销售还不错啦哈，这个感谢全球的币安用户的支持。我的这个递增版号的 Binance SAFU Everyday 呢已经卖到第42版。然后呢，价格呢曾经变换过一次，从一开始前面的42版的这个，其实是0到42啦，所以应该已经卖了43份。好，总而言之啦，42之后呢，我们就开始调整了价格，变成36.5BUSD， 一开始呢是3.65所以大概是这个 BUSD 是美元稳定币。递减的这个系列呢，因为我自己觉得很喜欢这种各种排列啦，当时也就把它定价在0.365 BNB， 那大概就目前今天的价格来讲，大概是109块美金正在持续上升当中。那目前也卖了42份42份。我自己是觉得挺兴奋的因为这是一个实验，这2个每卖完几张我就会补新的上去，卖完几张就会补新的上去。我一直在好奇说，到底哪边会卖的比较快？因为这一条这个速度线呢就会这样移动就是说有可能，我认为应该说第一点，当365张全部卖完的时候 Binance SAFU Everyday 系列才算完整的完结，也就是一个作品完整的被完成了。那365号作品里的每一号都是属于这个作品里的一个重要的一部分。第二点呢，就是到底大家比较喜欢哪边，那都挤这样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可能它会卖的比较快，所以有可能呢在结束拍卖的最后2张不见得会是在365除以2的地方，好不好？可能182，也有可能是在156或者186，那就看哪一边卖的比较快，哪一边卖的比较，所以最终它这2边呢会像这个正负粒子一样撞击在某一个大爆炸的一个起点，好不好？但是也有可能没卖完但是我认为有机会可以卖得完，因为其实真的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啦，虽然卖的还不错。然后呢，请你注意2边的价格呢都会因为多卖到第几张之后会稍微有点调整 ，OK？ 那目前的 0.365 BNB 也有可能会稍作调整那现在还有几张 0.365 BNB 的这个系列
还在架上，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挑挑看，选选看，好不好？这个是已经是2级在卖了哈，看一下像这个这个是别人在卖，哇 3.65 BNB 耶它已经直接给它涨10倍了这个也都是别人在卖的，来看一下像这个 0.36 第39版就还没卖掉欢迎大家来挑挑看选，每一张都不一样而且如果是39版的话，就表示它真的有39个日字在上面，好不好？欢迎大家数数看。我自己觉得这个系列的一个实验，我自己个人是还蛮喜欢的，因为里面有一点实验性的成分。然后呢，我也很好奇，就是说，到最后到底这2张会相碰撞在哪一个数字呢？然后最后的这2张应该会蛮难创作的啦，就是有可能在186那我就要186个日字，然后呢还要有另外一边呢是可能不同的颜色等等不同的样式。同时呢，最后2张呢，到时候目前预计呢会是用拍卖的方式来进行竞价跟竞标，所以呢价格会越来越调整那应该会调整的越来越高。同时呢，最贵的2张或者结标价或售出价格最高的2张，预计也应该是最后的2张。所以如果你是比较早期购买的，比如说你一开始买到 3.65 BUSD 的，恭喜你啦现在基本上这一个系列的都会从 36.5 BUSD 开始往上。那这边呢就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咯总而言之啦，这一次呢是在做一些蛮有趣的尝试。大家可能会觉得宝博你怎么做的那种艺术没错，宝博士也是个艺术家，好不好？欢迎你去 Google 科技艺术奖葛如君的名字呢，你就会看到一些关于我的一些得奖的经历等等那包含这个台北数位艺术节的一个数位艺术奖，或者 KT 科艺奖等等的。好，那在这个页面上面呢，要怎么找到宝博士的作品？除了你可以一路往下滑，只要看到红红的然后上面有一些日必安的字或毛笔字的，多半都是宝博的作品之外呢，你也可以在搜寻的这个地方点一下，然后呢输入DAB 好不好？这是我的艺名 DAAAB 但在币安的平台呢是 DAB。 搜寻完了以后，当然还是会有一些别人的啦但大部分呢你应该会看到宝博的作品。只要你看到发售者是宝博本人的，就表示这是一手作品。如果你看到的是别人的名字，那就表示这是已经被买走了，是2级市场的贩售。那你买了以后，你就会把钱给别人，那宝博可能会收到一点创作者分润可能1%到10%之间不等。所以呢，用这种方法你就可以找寻到作品那希望大家可以来逛逛看到宝博在这边的就可以来评估一下，看要不要购买咯。每隔一段时间我们都会上新的版本，那同时呢也推荐大家也可以逛一下其他创作者的作品，比如说你可以搜寻 IOYOI 好不好？然后呢你就可以看到洪思成的各个作品，很多呢都有受到蛮多的追价我记得有一只柴犬的好像 0.5 还是多少以太币这里 0.7 以太币已经快要被买走了很多人出价。那当然呢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啦，宝博曾经想要购买但是错过的作品那如果大家比较有本钱的，也欢迎你试着购买看看，好不好？张炳煌老师的这个 The Word of the Day 就是每日一字啦目前剩下3天1小时。然后呢我曾经出价2次但目前被一个匿名者用550块美金呢是变成最高价，我还在犹豫当中要不要再出价呢那这个蛮有趣，他是写了一个龙，用他自己开发的一个毛笔的软体。那当然呢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另外一个作品，这我觉得蛮妙的，我也曾经出价了，好不好？我曾经出价这个 Echo 的作品，还有这个炎亚纶作品卖掉了 ，Oh my gosh！ OK， 炎亚纶的作品呢，就是他曾经讲过一句很鏘的话就是什么没下雨就会地震之类的这个自娱于人我觉得精神可嘉。我就曾经呢出价多少呢？我看看我出到哪里，怎么没有我有查看更多，有啦，我曾经出到215块美金，好不好？那现在呢最终得标的人呢是雷斯记的小道投资他也曾经蛮支持过
过我的相关的文章，它应该有 Medium 的平台，那大家可以上去看一下啊，雷斯记的理财部落格啊，或者小道投资啊等等。当然，宝博朋友说还是最重要的，$1000啊，去买到这一则 po 文，也是 NFT 的一个有点有趣的魔力跟它的魅力啦。这里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你买了以后，有的人喜欢收藏，那有的人呢，你也可以再把它卖给另外的人。像我的这一幅作品，这一幅应该是0.365的系列啊，就是往回版号定版号递减的，它购入的价格应该是0.365，然后呢，这个叫 KJOP 的人就卖给了下一个人叫 Ghost。那 Ghost 呢就列出来，如果他卖出去，他可能也可以赚个 maybe$30啊，这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事情。同时呢，其实这一次我还有几个系列是稍微比较特殊的啊，比较特殊的。第一个就是这个 Satoshi 老司机系列，这是9个中文字合在一起，那一共有9个宝博士写的字，其实是算字数的啊。神农具中本聪老司机啊，是要祝福你呢啊，就是你的币呢要像 Satoshi 跟神农具还有各式各样的好事呢都可以聚集在一起的意思啦哈。那目前是竞标啊，应该不对，应该是直接下标即决啊，3.65 BNB。同时呢，还有一些这种就是超特别版挂的时间稍微比较长啦哈，那叫 Doge 啊，36.5 BNB， 一样是算是竞标的，就看有没有人要出价咯，等待有缘人，好不好？最近动物币的表现也相当不错，欢迎Doge大亨呢前来竞标。当然最后呢，还是要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就是说币安这个平台呢，我们也觉得发展的非常的不错。从合约交易啊，从杠杆交易啊，虽然我个人不做合约，也不做杠杆，我个人也没那么推荐我的粉丝这么做。但是如果你是本身就有在 trading 的，你有在做这些交易的，那当然是你可以自己尝试。那或者你是现货交易啊，用信用卡买币或者我之前有介绍过，它可以按一键呢就可以互换币比如说你要 BNB 换成 BTC。按一个钮其实就可以换了，你根本不用按什么线图啊等等的我们来操作一下好了啦，我们来操作一下 App 有多好用，好不好？其实我个人也觉得是相当不错啊，这是我的一个小账，好不好？小账。我们现在呢先 demo 一个这个刷卡买币，你登录了以后呢，就在这里有一个千账卡、信用卡，在这里点一下。然后呢，就选你想要买的币，比如说我就买 BUSD， 因为要买宝博的作品需要 BUSD 嘛，对不对？先扫描这个 QR code 注册或使用我的推荐码，注册以后12079898，好不好？然后呢，你安装好这个 app 以后，比如说你可以买，比如说36.5嘛哈，那你就36.5，好不好？那当然会需要一点手续费啦，建议你买个38之类的。然后呢，按一下继续。然后呢，你只要设定好你的信用卡支付，按一下默认 ，OK。然后你按一下确定，那刚刚已经看到，其实你也可以买 BTC 啊，可以买 BNB 啊，各式各样的币都可以用这种信用卡刷卡的方式来购买，就买完了，有没有？非常方便。好，然后呢，这个时候如果你说，哎呀，我 BUSD 是稳定币，我现在觉得呢，怎么样？今天的币价有上涨的感觉啊，假设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按一下更多，然后这里有个闪对，这个非常好用的方法。比如说呢，我现在有一点 BUSD， 我就可以按 BUSD， 然后选择 BTC， 然后呢按一下确认，然后呢我按最大金额，然后直接按预览兑换结果，它自己会帮我挑出最好的价格，5秒之内按下确认，兑换成功。这就基本上也是一种交易了，当然它不会是最划算的，你会让币安多赚走一点点的手续费，但是没有关系，好不好？如果采用宝博的推荐码，有机会可以得到手续费的折扣，而且呢，我个人觉得时间还是一个相当宝贵的资源啊。好啦，总而言之呢，今天就是介绍这个币安的这个平台，还有它的 App。还有宝博非常开心的成为全球前100位的币安 NFT 的创作者，也跟大家介绍了我的几个创作的系列，还有最近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推出新的版本的 Binance Suffer Everyday， 希望有机会可以顺利的发售完365张完整个作品，也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收藏到1-2张，未来也许有一定的
增值成长的空间，但是不保证哦，好不好？总而言之呢，今天我们的介绍呢，也希望大家参考看看，没有任何的投资建议，也没有任何的未来保证，希望大家可以自己衡量风险，自己理性判断，谨慎理财。好啦，希望大家喜欢我们今天的影片，然后呢，如果你喜欢的话，拜托你按赞、分享、订阅、小铃铛，我们的影片非常非常需要大家的鼓励，我们也希望能够从台湾出发，创作更多的作品，在 NFT 的世界里展现给全世界的收藏者看，好不好？感谢大家，我们下次见，拜拜。